荊棘要講感情啦，還有我們的健康啦。大家可以喺屋企嘅中宮位旺翻嗰個桃花星啊！呢個顏色好重要啊，佢代表咗中間，代表咗能量嘅核心。3個比較兇一點的方位沒講。而黑五黃七赤咁啊，黐住兩邊啊嘛，真係有病有破財啦。同埋咧喺2026年咧呢個位置咧個力量會更加放大，不得不用我哋呢個洞門嘅一字訣，以形去破形，以殺去破殺。大家好，我係振鴻師傅。好多朋友都想學識自己睇八字，喺流年嘅變化咧，想把握機會。咁我嘅八字學術咧，就係教你點樣將八字知識變成真正幫到自己嘅工具。為咗令到更加多朋友仔接觸到呢套方法咧，我嘅團隊專門開咗一個八字學習群啦。添加呢個 WhatsApp 同我助理講，我要入學習群咁就得㗎啦。我入咗群之後點啊？第一，大家可以免費收聽到我嘅課程㗎啦。第二就係同一大班學員咧交流八字同埋風水嘅心得。仲有第三，可以俾我嘅優秀嘅學員運用我嘅獨門嘅方法，幫大家睇下明年嘅運程同埋走勢嘅。作為2026年嘅元旦福利，咁啊呢個運程預測，我僅限頭50位入群嘅朋友嘅啫。咁啊記緊快啲報名咯，滿額即止。呢個活動我直接持續到1月底為止嘅。想喺2026年行快一步，或者想開始學習實用嘅八字知識，就唔好錯過咁好嘅福利啦！我哋一齊交流、學習、成長啦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。大家好，我係振鴻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風水啊！哇，上一期我們九宮飛星真的是好多人看我。行出街啲人都問我啲字點寫㗎？沒錯啊，開個書法驚寫錯啊！沒錯。但是我們下一集呢，就是我們的下半節更精彩，因為我們荊棘要講的是感情啦，還有我們的健康啦，我們怎麼去調整啦。按照慣例，我們還是從這個振鴻師傅開始。好啊，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方位。一開始梗係第一個先啦。梗係啦。100係啊，100噶嘛，100咧桃花星嚟嘅，咁啊今年2026年咧入咗中宮噶，咁啊中宮位置100桃花，即係主呢個感情啦、戀情啦，咁所以變咗大家可以喺屋企嘅中宮位，點樣為之屋企中宮位咧？計埋房、計埋洗手間、計埋客廳中間嘅位置度一度，咁啊呢個位置咧就係100星啦。如果中間是牆怎麼辦？中宮位唔係就係一點噶嘛，係一個框框噶嘛，冇錯，範圍一個範圍。咁如果100中宮位係個牆身嘅，咁啊你話挨近牆邊嘅擺啲風水物品，靠近牆，係靠近牆得㗎啦。建議大家喺個中宮位置咧就擺一個水晶樹，水晶樹咧就係要呢個粉紅色。紫色咁啊旺翻嗰個桃花星啊？點解咧？因為中宮係五行屬土嘅，咁五行屬土，火會生翻旺土，土會增加呢個100桃花星呢個五行咧，令到佢個水嘅個性質的話咧，會旺上加旺。係好，那師兄到你了，你要寫什麼字啊？哇！喺啱先咧，阿振鴻師傅咧就係講咗姻緣桃花，其實仲有人際關係，都係好重要嘅呢個100位啊。咁咧嗱，我又唔同你講寫乜嘢字先，你都要講㗎啦。係啊，但係咧呢個顏色好重要啊。嗱，阿振鴻師傅啦擺咗一啲粉紅色嘅水晶喺度啦，已經咁啊火又旺咗個土啦。咁喺呢度嗰個字究竟攞啲乜嘢顏色嘅字咧？好重要，金色。金色係啊，點解知唔知啊？為什麼呢？土生金生水。土生金生水，過關通關啦。冇錯啦，咁就會更加犀利啦。嗱，揾一張圓形嘅，跟住金色嘅字咧，咁啊黐喺你個桃花樹度啦，又或者黐喺你嘅中宮位置啦。咁有啲話，哇，我嘅中宮係個客廳喎，但係啱先都講咗啦，中宮嘅位咧其實係好大嘅，靠近呢個方位咧，你都應該有啲物品啊，又或者有啲牆身嘅，你開始喺度。咁又到咗我哋一字訣啦，我徹夜不眠咁啊，有祖師嘅護佑，靈光一閃嘅時候係徹，就係徹，唔係徹徹底底嘅徹，係清澈嘅澈。因為咧呢個感情啊嘛嘅人係需要通透，需要流動。咁我哋喺道家裏邊咧，最中意講4個字：上善若水。哇！俾你講晒啱嘅，因為我哋道家仲要重水，水德啊，上善若水。乜嘢係最好嘅善？最高嘅善，水嘅境界就係水嘅境界啦。咁咧，我哋喺呢度咧，一個人
人心夠澄明嘅話咧，個人可以自己明心見性嘅話，無論你嘅人緣啦、桃花啦、姻緣啦，自然都會好。有咗呢個事嘅加持咧，我哋都要有日常嘅行為嘅，迎陰自意啊！迎咧，我哋仲要係啦，每一日朝頭早起身，你會飲杯水嘅，你要去到中間。飲一杯水，一嚟係加強咗呢個方位嘅水氣，二嚟水亦都代表咗最清澈嘅嘢，也代表財，亦都代表咗財，洗淨咗你全身嘅濁氣，令到你煥然一新再出發，每一日都係新嘅一日，每一日都係更加好嘅未來，所以咧。你只要將呢個中宮位做到徹底嘅話咧，我相信佢都會做好，因為佢代表咗中間，代表咗能量嘅核心。每一年咧，我哋咧嗰啲商場咧，尤其是大型商場咧，中間位咧都會擺啲中庭都會擺啲大嘅桃花樹。係咁啊，所以變咗而家大家咧去到商場，個商場裏邊咧個中庭位咧又喺個商場嘅中間，又放咗桃花樹的話，我建議想行桃花運同埋單身嘅男仔同埋女仔的話咧，就喺呢個桃花樹裏邊轉3個圈，然之後飲杯水。那我們講完了這個一白了，那還有3個比較兇一點的方位沒講哦。正紅師傅，我們先講哪一個？咁啊，先講一個空位先啦。呢個空位咧叫二黑巨門咧，代表一啲上呼吸道感染啦、口腔啦、疾病啦、咳嗽嘅。咁啊，二黑今年就係呢個西北位。咁啊，所以變咗今年咧係喺西北位呢個位置咧擺個葫蘆啦。咁啊，一般嚟講咧擺個木葫蘆都夠㗎啦嚇。咁啊，木葫蘆可以化呢個病氣啦，最緊要開口喎。開佢入嚟。係啊，開口啊，可以吸嗰啲病氣，吸嗰啲化氣，咁啊可以化解二黑呢個病符巨門一啲咳嗽啊，咁啊可以防止一啲流感啊、上呼吸道感染啊。咁啊，所以變咗係喺一個明顯位置掛高啲掛高啲，咁啊可以見到呢個葫蘆的話更加之好。那師兄呢？你有什麼方法？嗱，咁多期啦，其實大家知道我最中意講嘅一個字咧，寫字就係清字，又係清字？唔係，你硬係覺得講咗清字，但係一直都冇講。巨門星佢代表咗一啲細嘅病，尤其係肺部啊、喉嚨啊、呼吸啊，係咪啊？我哋需要去清佢。我哋需要有一啲嘢去疏通佢，尤其呢個。二黑啊，咁佢呢個病氣咧喺呢個宮位裏邊，事實上我覺得啊，2026年係輕少少嘅，因為本嚟佢個宮位咧就係屬金嘅，已經化解，已經試咗少少啦。咁咧我哋用咗呢個清啦，嚟去收斂下呢一個巨門星嘅力量，去將呢個用金嚟肅清咗佢，咁啊令到咧我哋成個人。清靜啲、舒服啲，咁啊唔會被呢個病氣去騷擾嘅。所以在我們這個化解用清字來化解這個力量之外，我們道家還能做些什麼事情呢？係啦，我仲要補充一下。咁喺呢一度咧，其實簡單嘅。喺西北位咧，如果你係有窗嘅話咧，打開窗令佢通風透氣，令到佢清爽啲。平時喺呢度呼吸，如果冇咧。擺個細嘅風扇啊，令到呢個鉗位個空氣流動起嚟，咁咧都係一個神清氣爽嘅感覺嚟嘅，濁氣消散咁我哋嘅陽氣就上升啦。好，那正紅老師有什麼開運小方法？咁啊，西北位啊，乾位啦，乾位最緊要乾淨企理啊，因為乾為天啊嘛，咁啊即係做開陽啦，見到有個窗喺度更加之好啊。咁啊，最緊要唔好太多雜物，因為太多雜物的話咧，咁啊如果二黑位喺嗰度的話咧，全家人咧都會容易感染啊，或者呼吸道啊、咳嗽啊、肺病呢啲咁嘅疾病啊，所以變咗西北位乾位咧最緊要乾淨企理，唔好太多堆積一啲雜物喺度咁就得啦。好，那剛才兩位老師也給了這個二黑位很專業的這個建議啊。那第3個我們要注意的這個宮位是什麼呢？係一個最嚴重嘅五黃位啊。係啊，五黃位。聽上去就很厲害嘅。係啊，呢個大煞嚟㗎。係啊，五黃位又係呢個正南位。正南位五黃咧有個大病啦，所以又會係火
離卦南位火會生旺呢個五黃土啊，那它力量不是更強？更強啦，所以變咗下年咧，2026年咧，大家疾病嗰方面咧要小心啲啊，會容易有一啲疾病啊、傳染病啊嗰方面，大家都會小心注意。所以五黃位一定要化煞，而且如果大家屋企裏邊咧個五黃位就喺正南位，正南位又喺洗手間的話咧，更加要小心啲啊！我建議大家喺正南位放一個銅葫蘆或者一啲金屬物品，咁啊化解呢個五黃。五黃係要泄嘅，要泄嘅，所以變咗如果喺洗手間的話咧，咁啊真係要認真地擺一啲銅葫蘆，或者屋企其他位置啊、主人房啊都會有啲嚴重疾病的話咧，就落咗主人房的話咧，更加之嚴重㗎啦。鄭洪師傅，我突然想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，假如說在正南方是廚房，係又燒火，怎麼辦呢？燒火又火啦，咁啊廚房又屬火啦，咁啊所以變咗好容易有啲腸胃啊、屙嘔啊嗰啲問題啊，咁啊所以變咗喺廚房裏邊咧又要掛翻一個係銅葫蘆嚇，銅葫蘆又去化病化解呢個廚房呢個五黃位。就是銅葫蘆，就是最好的化解五黃的這個煞氣的一個方位。好，那道家方面我們要怎麼寫？哇！呢個正南位就犀利啦！正南位咧，因為佢本嚟五行係屬火嘅，跟住咧五黃位咧五行係屬土嘅。如果我哋唔用一啲強金去化解佢咧，係好難嘅。唔會寫個金字吧？唔會。嗱，首先我哋依然係揾個圓形金色嘅呢個紙，跟住喺裏邊咧寫呢個字，嚴肅嘅肅字。為什麼是肅字？肅煞，肅就食屬金，係肅煞嘅核心仲要唔係細金，係新金，係大金嚟嘅。你無論喺奇門盤啦見到新金，就知道係哇肅煞。喺八字都係。肅呢個詞就明確代表咗係大金嘅能量。因為我哋喺呢個宮位裏邊咧，土咧應該係往年之中最大嘅，同埋話呢個病氣係最重嘅。唔單止屙嘔啦，好多大嘅疾病啊！如果你唔注意嘅話咧，又尤其係廚房啊，又係廁所啊，又或者係呢個氣流通得好勁嘅地方啊，其實都會惹到好多嘅大病嘅。所以咧建議大家咧。喺啱先講嘅葫蘆又好，又或者喺牆身度咧寫呢個肅字，係啊，同埋咧寫呢個肅字。可以寫到葫蘆上面嗎？可以，亦都可以嘅，係因為我哋紙係一個載體，葫蘆亦都係一個載體，因為呢個肅煞可以制止咗今年嘅炎上火對佢嘅影響，同埋咧有時咧道教啊，唔係話一直係忍噶嘛，該去反抗嘅時候就係反抗啦。咁我哋話老君孭劍下山去驅敵噶嘛，該殺就殺。咁所以呢個肅殺好重要，以形去破形，以殺去破殺。那我們日常嘅時候，我們可以做點什麼事情，在這個方位比較好？咁啊，因為肅咧呢個字咧，除咗肅殺之外咧，都代表咗肅清。整理嚇，咁我哋希望大家咧，如果有啲嘢係喺嗰度好亂嘅話咧，就執翻乾淨佢。咁啊，另外咧就係話你自己有啲思緒要整理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去度去整理下啲思緒嘅。整理一下思緒啦，整理一下雜物啦。那鄭洪老師有什麼不一樣的見解嗎？五黃位啲咁嘅大病位，梗係唔好逗留喺度啦。坐喺度又好，食飯又好，甚至乎做決定又好，就唔好逗留喺度啦。如果你間書房真係要工作的話咧，就我建議你就搬出廳度做啦。如果你個梳化係真係五黃位嘅，我建議你坐歪啲，睇電視機斜睇就睇好啦。惹不起我躲得起嘛。係啊，咁啊因為五黃位你逗留啊坐得耐即係吸收啲五黃病氣，咁你會容易生病啦，甚至乎個人咧都會混沌啲嘅，諗嘢都冇咁清澈嘅。沒錯。好，那我們終於到九宮飛星的最後一個宮位了，就是我們的七赤破軍。那七赤破軍，我們需要注意些什麼東西呢？七赤破軍係一個大破財位，呢個方位就係呢個西南位。下年咧，大家如果喺嗰啲位置的話，坐、逗留、停留同埋瞓的話咧，就好容易破大財。同埋咧喺2026年咧，呢個位置咧個力量會更加放大咗。係，因為成日呢個坤位啊嘛，所以變得咧七赤破軍一定要蝕。七赤破軍五行屬金嘅，咁啊屬金用啲水去蝕。我建議喺個西南位放多啲水種植物。如果呢個位置能夠合適到的話咧，擺一盆大啲嘅水種植物，咁啊令到可以化解呢個
七赤破軍呢個五行嘅煞氣，因為呢個煞氣裏邊咧令到你有破財啦，投資容易失利啦，屋企會容易壞電器啦，甚至乎無端端病痛多。如果你個五黃位又喺屋企個廳，再加上你個房係破軍位即係西南位，咁啊黐住兩邊啊嘛，事關咁啊真係有病有破財啦。那我見到很多朋友家裡面有養魚啊。那我放魚缸在那邊可不可以？得㗎，如果係本身有魚缸的話，已經係化解到一個七赤破軍嗰個位啦。就放到西南位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變得可以喺啲魚缸裏邊咧，個面嗰啲咧放啲水種植物啦，咁啊飄下的話咧，可以化解呢個七赤破軍呢個金氣，即係金生水，水又生翻木，咁啊呢個平和呢個破軍嘅煞氣。那有沒有講究？我放多少條魚？什麼顏色？魚嘅數目咧，我成日同啲客咁講啊，最好係雙數。雙數雙數平和啲啊嘛，單數啊屬陽啊，雙數屬陰，所以變得咧就平和啲，雙數係吉利好多㗎啦。好，那師兄從道家角度，我們最後要寫什麼字？呢個咧破軍咧，其實喺古代嚟講咧係講咩啊？點解你會破財？有賊入屋，搶你嘅錢。係啦，有盜賊攞你啲錢，咁啊依家冇啦，咁就會形成咗會破財啦，亦都係破壞力比較強大嘅一個星嚟嘅，我哋大家都驚嘅。咁既然嚟到呢度啦，就不得不用我哋呢個道門嘅一字訣啦。咩字？咁咧，我哋可以用藍色嘅紙。藍色嘅紙。係啦，因為藍色係屬水嘅。跟住咧就寫一個好重要嘅字，我覺得呢個字簡直就係喺康熙字典裏邊最適合用喺破軍位啦。咩字咧？涵養個涵字。三點水。係點解咧？嗱，首先三點水咧，佢屬水嘅，呢個位咧係五行必須要用到水去蝕佢嘅。尤其今年嚟講，2026年土生金，個金去到極旺啦。咁除咗蝕佢仲點啊？涵字嗰邊咧，記唔記得啊？好似一個金俾佢包住咗咁樣嘅。一個口收住它。因為我哋講金屬於肅殺啦，佢個殺氣啊破壞力太大啦。咁我哋呢個涵字咧就將佢嘅空性包容咗落嚟，令到佢呢個除咗有金性之外咧，佢仲可以生少少嘅水，令到佢可以流動啊，潤一下佢，令到佢最強嘅肅殺之氣化暴戾為智慧，天下之自由，馳騁之天下之至堅，就係我哋道家嘅一個智慧。哇！忍不住要給大師兄一個掌聲。對啊，他這個你真係冇辦法，背書厲害啊！好了，那我們可以在日常當中做些什麼東西來去注意一下呢？就是在這個方位。喂，我講埋先啦。既然係咁嘅話咧，嗱，啱先咧，阿鄭龍師傅咧就話咗有水種嘅植物啊嘛。咁我哋咧就為咗呢個水種嘅植物，平時當去。係啦，淋啲水，澆水，係啦，加水，或者咧有一個加濕器，將呢個嘅水氣咧泛晒喺呢個西南位度，咁啊令到呢個肅殺之氣少啲，咁你咪少啲破財，少啲破壞力咯。嗱，因為事關咧西南位咧係坤位啊嘛，屬土嘅，咁啊土會增強咗呢個七殺嘅。咁啊頭先教咗大家就擺呢個水種植物啦，咁水最緊要清澈啊，即係好似阿大師兄所講，鹹字要水，但即係記住咯，因為唔好俾佢太耐都唔換水，有時太耐咧啲水會多塵啊，會濁氣啊，會散嘅。我建議大家隔2-3日都好換水啊，換翻多啲清澈嘅水，令到呢個七赤破軍咧嗰啲煞氣可以蝕緊多啲。咁啊破財嘅，因為始終破財位啊嘛。大家如果係有啲藥啊、營養品啊、甚至乎一啲電子產品啊喺嗰個位的話，西南位咧，我建議大家拎走佢先。拿走。咁啊，因為藥都係屬火嘅，電子產品又屬火啊。咁啊，火會生旺呢個土嘅坤位，再加強呢個七煞嘅金咧，會破財破得特別嚴重啲嘅。哇！感謝鄭紅老師的分享啊，也都多謝大師兄有這麼多的這個自覺告訴大家。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收穫了不少的這個知識了。如果大家希望再精準的去改善自己明年的運勢呢，也都可以聯繫兩位老師不同的這個助理的 WhatsApp。一個是八字大叔鄭紅啦，還有我們的風水說道的這個風水師兄的一個助理。那麼兩位師傅啊，都有各自非常非常細緻、非常專業的這樣的一個服務的內容了。好了，本期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！